不开玩笑，美团闪购马上就到，感谢30分钟好货到手的美团闪购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让生活更开心，感谢国民白酒老村长特约赞助播出。96倍乳黄金续航母源自护力，感谢守护宝宝闪耀成长的 A2 紫药 HMO 婴幼儿奶粉赞助播出。找回状态，脉动回来，感谢随时随地帮你 call back 好状态的脉动行业赞助播出。聊天吃乐事，分享更快乐，本节目由片片薄脆乐事不停的乐事赞助播出。真好笑，真有机，本节目由3方认证真有机的海天有机赞助播出。欢迎大家来到脱口秀和他的朋友第2季第1赛段。第1赛段轻轻交手赛，59组选手1v1的 PK 赛，我们来进入到下半场的正式比赛。真的是被他震撼到了，是绝对想不到的，太有意思了那块儿。突然觉得，他开挂了。在这个舞台上，历年全部算下来，看过最酷的一个选手。不开玩笑，美团闪购马上就到，感谢快了不止一点点的下一代购物方式美团闪购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让生活更开心，感谢国民白酒老村长特约赞助播出。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脱口秀和他的朋友第2季第1赛段，欢迎各位的光临。我们这一赛段呢叫做轻轻交手赛，目前鲁豫老师、罗永浩老师、梁展等已经都用完了，只有李宇春老师和大张伟老师还有让待定选手等一等的机会。对，我们来进入到我们下半场的正式比赛。首先要上场的一组 PK 选手是韦大爷和邱瑞。邱瑞，韦大爷。先上场的这位朋友呢，其实他自己都不用亲自说了他有自己的俱乐部哦，俱乐部里面人才辈出广受好评。那么，这位笑妈喜剧的主理人韦大爷，掌声有请。Hello， 大家好，我是韦大爷，楼上的朋友你们好。去年节目播完之后，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很多人都找过来了，包括我的大学。我校庆那天我就回去了。我是文学院的，去到文学院，我们老师热情地招待了我，然后给了我个礼品袋，里面有文化衫，有红围巾，还有2封信。我就打开看，其中1封信是感谢信。亲爱的校友，欢迎你回到你的母校，你把你的青春留在了这里，你把你的年华留在了这里。看到这儿，我以为我死在了这里。打开看第2封信，捐款须知。我应该是死在了这里。真的，我当时整个人都有点麻了，因为我看过那种新闻，回到学校是捐几千万，学校用那个校友的名字来命名教学楼。我看我没有那么多钱，但是我就算捐了，用我的名字命名教学楼，大野楼，就感觉跟养老院一样。然后就算用我俱乐部的名字来命名，校麻楼，寓意也不好啊。毕业之后直接成为社会的麻楼。老师跟我说，那接下来有一个线下的活动啊，你去参加吧。然后我们是这个文学院啊，我们有一个礼堂，进去有这个交流会啊，我还被安排在第1排，还要发言啊。我当时就很紧张，因为我担心有校有人的真的捐钱怎么办啊？
是吧？我就很紧张，在那等。还好前面的几位学长学姐呢，只是表达了一些思念。直到我前面这个学长，我文学院的学长啊，大我10届，站起来说：“雷军去年回到武汉大学，捐了13个亿。”我心想，谁问你了？在干啥呢？你在这儿啊？就你会认字儿？我正在迟疑的时候，这大哥接着往下说了：“当然了，我们没有雷军这么优秀。我这次来呢，只带了2个亿。”我脑子当时就炸了，朋友们，说完了，下一个就是我怎么接呀？啊，我只能说我死在这儿，我把遗体捐给学校吧。说我正在迟疑，正在坐如针毡的时候，那大哥接着说了：“啊，我这2个亿呢，就是青春的回忆和咱师生的情谊。”我说玩这个是吧？今天，好家伙，你这不止2个亿啊，你还有虚情假意跟忘恩负义呢，你这是4个亿啊，4个亿啊！我们院长听到2个亿的时候，噌都站起来了，听到后面噌又坐下了，紧急撤回了一个 respect。这研究了一辈子诗词歌赋的文学教授坐下的同时直接说脏话了，真的，我心想学长那会儿我就想送他1000万，我让他出门千万要小心。好，谢谢大家，我伟大，谢谢各位，拜拜。虽然幽默欠佳，但意义很可，意义很可，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我觉得。给大家普及一个情况啊，就是从去年到现在，他的那个校妈俱乐部经营的非常好。那肯定啊，好到什么程度呢？现在是长沙的新地标，还有一个称呼，叫做开福区迪士尼，一票难求。怎么能经营的这么好呢？伟大改名叫伟大耶，太伟大了！首先，我觉得是因为长沙这个城市比较放松，然后我们长沙出来的演员其实也非常chill，大家看到的曼村兄弟哈草，包括今年要看到的一些新人，大家都会比较放松。就是长沙这个城市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感受是这样的，大家感谢我们长沙的观众，因为我们长沙的观众非常的好，因为平常我们去其他城市演出就很少有晚场的演出，只有我们长沙可以演晚场，观众的这个反应还是会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是感谢长沙和我们长沙的观众朋友吧，感谢他们。再次谢谢伟大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伟大在休息区稍微等候。好嘞。要和伟大进行 PK 的这位朋友，真的是脱口秀的老朋友，好久不见，非常想念。来了，掌声欢迎秋瑞。秋瑞。Hello， 你们好，秋瑞。好久没比了，有点紧张啊。说实话，作为选手，这个比赛就只能激发出我人性中那些恶。平时大家写出一个新段子，我真替他高兴。但一站到比赛这个舞台上，我看到这么多新人，这么多好段子，我只觉得王府里的女人太多了。这时候看同行写出一个新段子，感觉就像跟你一起争宠的嫔妃，她又怀孕了，我一胎也没有。我知道做姐妹的应该替她高兴啊，但我更多的是焦虑，看着自己那篇空白的稿子，有点跟华妃共情了。我说怎么人人都能生，偏偏本宫生不了？我不知道人家咋写出的新段子，就去学习嘛。我去看黑灯一整个专场，就是在说自己眼神不好这个事儿。说实话，有一瞬间，我想把他眼睛治好。站到比赛这舞台上，心态就扭曲啊！看着台下你们手握投票计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好像站到了一个宫斗游戏的弹窗里，等着大家是救救我，还是打入冷宫。但这行不比又不行，我就去年没上，就被打入别人屁股里了。给没看过的解释一下啊，毛豆写了个减肥的段子，
把我夹进去了。对不起，对不起。没事，这就是所有信息了，后边都能听懂了哈。其实我看完那个段子没觉得有多冒犯啊，喜剧嘛。但网上有人替我感到冒犯，给我发私信说：“秋瑞，你赶紧举报毛豆，低俗色情。”哥们儿，低俗我看出来了。我也真不是替毛豆说话哈，就他这个梗要是不写我的话呀，没有别的办法啊。你们肯定知道，这种提人名的段子，一定是写越红的人效果越好嘛。哎，偏偏就是真正的大明星，你也不敢夹呀。不信就把他这个段子里的我随便换成一家哥哥，结果都特别恐怖。段子7点播的，7点01，行业又没了。戛然而止。就现在这个网络环境你想写个笑话太难了。我们读稿会聊毛豆这个本子第一个讨论的都不是怎么改能更好笑，是到底夹谁能不上热搜啊？平时读稿会只有编剧参加那次法务都来了，说可不能碰流量有收律师函的风险。我们就让 AI 当原告模拟了一下后果到底有多严重。AI 是真敢判呐。他上来要告毛豆软禁，公关部门的来了，说写自己人的话也别写异性了，小佳也不行。本来小佳和小佳是多好的谐音梗啊！对呀，我去年只夹多少？最后只能让他夹我了。我是毛豆唯一的家人们其实毛豆屁股里能夹的东西就是脱口秀能冒犯的边界。我们私下里讨论过说除了我之外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案？说夹了不能被网友骂，还有热度，甚至能被网友夸。哎，我们琢磨了半天，只想到了一个就是去夹小鬼子。但导演组听说我要讲这段也害怕，说提了这么多次屁股，会不会被平台限流啊？要不要改成腰腿连接处啊？对吧？网上就根本找不到那种说出来能让所有人满意的教科书式的表达，甚至教科书在网上都有些网友骂。我之前就看到朝花夕拾被骂了，说写了书桌上刻早字是在破坏公物。我感觉鲁迅要是知道他因为这个原因被骂，都想在那个早字上面加上草字头啊。我现在上网就不说话才安全偏偏我们又是靠说话吃饭就导致网上发生有些事儿，本来我不想说但他有人艾特你。前段时间就有一家哥哥唱歌跑调的短视频，就有人艾特我说素材来了。我心想，这是素材吗？这不是棺材吗？难听两个字我敢说。评论区好几万条留言我的心情跟那个热评第一是一样的你们不说我也不说。脱口秀现在最重要的是好笑吗？不是安全吗？外边太危险了，我回毛豆腰腿连接处了，拜拜。
秋瑞，锁票倒计时。再次感谢秋瑞的表演。秋瑞，你是怎么想到写这么一个篇稿子的？秋瑞，感谢毛豆吧。放你出来了啊！我本来就打算。I'm sorry, I'm sorry, 秋瑞 I'm sorry, sorry。写了一段甲骨文啊。甲骨文对。所以你是有感而发。我觉得现在所有人都有这个感受吧，可能创作者更多一些啊，就是说什么都挨骂，普通人不敢拿大号说话，动不动就开盒，然后就这些东西，就是本来要是没有毛豆这个素材，可能这个越写就会越沉重。还是感谢毛豆能让就是把这个东西能开开心心的说出来啊。我一直特喜欢秋瑞，是他总能找到一个点特别愤怒的，然后一直愤怒一个10分钟的一个演出。但实际上他又很了不起，是他这个愤怒完了，其实也是相对安全的。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创作能力。然后就刚才讲那个边界感，我就感触就非常深，因为其实这么多季我们听脱口秀，我们所获得的就是我们的接受的边界在拓宽，你们讲述边界也能拓宽。那我们去接近那个边界，不是为了去伤害，不是为了去冒犯，就是为了我们共同都有一个更能喘气儿的一个空间。所以其实我们听完以后，你的愤怒可能某种程度得到了舒缓，我们也能够获得更松快的一个呼吸的那种感觉。所以这是一个特别让人舒畅的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秋瑞就是摇滚乐啊，就是厉害啊！谢谢我们校友团给出的非常非常好的意见。同时，韦大爷回到台中，我们先来看一下校友团给出的票数。秋瑞大幅度的领先，那么我们来看一下2位演员的得票情况。260票，很高的票数，恭喜秋瑞晋级区，韦大爷待定区了。对不起，主持人，不该把你夹在屁股里，对不起。马上要进行 PK 的2位演员是艾斯和小帕。艾斯第一次来到这个舞台啊，他说他这个人特别怕尴尬。所以我们就以最快的速度、热烈的掌声减少人家的尴尬，请艾斯上场来喽！艾斯来了，来自我们北大的阳光大男孩，也是我们在读大学生代表队中的一员。对。大家好，我是艾斯，谢谢大家。我是一个学生，然后平常生活里确实比较害怕尴尬，有很多尴尬的事情过了很久也会记忆犹新。我人生里最尴尬的就是我的初中，入学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我们学校为了鼓励学生变得外向，为了鼓励学生展示自己，我们有一个制度叫我展示。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学校，所有的学生，你上课回答问题的时候是不需要举手的，就你直接站起来，然后说我展示。不止这一条，如果你在别人展示的过程中觉得有问题你就站起来说我质疑。你觉得他质疑的还不够，你就站起来说我补充。我开学那天听完这个制度，我脑子里就3个字，我说我转学。就这也太尴尬了吧，尤其是这个我展示，你说我回答都行啊，我展示，我感觉我是一个孔雀。然后老师说，同学们，我们就按这个我展示来试一下，大家回答一下问题全班5分钟鸦雀无声。5分钟之后，你才听到一声我展示，是我们班学习委员站起来了，他也是站起来之后才成了学习委员。很快，周围同学陆陆续续都开始展示了，这搞得我开始有点焦虑了。我说我展不展示啊？就感觉是一个抉择的时刻，你要么成为这个班级里的大多数，但你就不再是人类里的大多数。
我纠结半天，我咬咬牙，我说我展示。我站起来才发现这题我不会，很难适应。我特别羡慕我同桌，他很快就适应了这种表达方式，他甚至都有点融会贯通了。有一天我们老师在黑板上布置作业，我同桌站起来，我反对。他是真厉害。后来基本全班都适应了这个制度啊，反而是很多新入职的老师适应不了。你想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来上自己的第一堂课，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啊，同学们，杜甫是哪一个朝代的呀？你正常的时候大家又一起唐朝，我们班50多个人拍案而起，我真是。给老师吓得书都掉地上了。咱班这是兵变了吗？老教师就不一样，会提前给我们打招呼啊。下节课有领导来听课，你们得好好展示啊。意思是下节课他不管问啥，你全班都得站起来说我展示啊。就这节课上完，你领导基本就聋了。我们也很辛苦啊，一节课45分钟，蹲起了50多次。而且每次全班站起来，只有一个人可以回答问题。我经常一节课展示半天，一个问题没回答上，我白展示一堂课，白展堂我是。长大后和朋友聊天也很难融入啊，他们吐槽说这个小时候的动画片也太尴尬了吧，里面的人动不动就大声喊出自己的招式名。我就说还好吧，有那么尴尬吗？奥特曼他也没有跳出来说什么我攻击，这也太吓人了啊！对面小怪兽看到都懵了，互相讨论他为什么要说我攻击啊，我母鸡啊。我们校长他显然忽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啊，就是在我们那儿只有我们这一所初中实行了这个制度，我们毕业是要上高中的呀。你上高中根本适应不了。我上高中第一天我就告诉自己，我说艾斯，这是一个正常的学校，你可不能展示啊。你得举手，但朋友们，你养成一个习惯只需要21天，我展示了3年，那根本不是我给自己打一个预防针我就能解决的，你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本能。我开学第3天就展示了。老师问了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啊，同学们，借问酒家何处有的下一句是什么？我条件反射，我展示。全班同学鸦雀无声，我感觉我这辈子到头了，我现在死这儿得了。借问酒家何处有？艾斯展示杏花村。你就感觉那个时间暂停了5秒，5秒后全班哄堂大笑，啊，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炸场。只有我同桌没笑，他看向我的眼神有一点恐惧。我瞎给他解释，我说我也不是突然变成这样的，我过去3年每天都这样。我觉得当时啊，高一是我这个16岁人生最尴尬的瞬间了，你不可能有比这还尴尬的时候了。直到2周后，我又展示了一次，全班又是哄堂大笑。那个瞬间，我就知道我的高中生活完蛋了，啊，就你不可能有什么这个变化了，你也不可能改变同学们对你的看法了。我就算之后考了这个全校第1啊，照片被贴在公告栏里面，你路过同学看到了也只会说：“哟，展示哥。”唯一能让我稍微平衡一点的，就是隔壁班有一个展示姐，我初中同学，啊，我们每次见面都会互相关心对方。哎，你最近展示了吗？你仔细一想，初中同学毕业之后散落到各个高中啊，都会成为各自的展示哥、展示姐。我们真的是聚是一团火，展示满天歌。这个段子比较洗脑啊，之前在线下演，有一次在一个地铁站被一个观众朋友认出来了，他说：“艾斯，我特别喜欢你，我展示这个段子，我可以跟你合个影吗？”我还挺高兴的，我说好啊，我就感觉他终于是一个快乐而不是尴尬的事情了。然后观众朋友说：“艾斯，我们能不能拍一张 live 图？我们边拍边说我展示。”我说在地铁上展示了，感谢谢谢大家。马上，艾斯的锁票倒计时开始。好的，再次感谢艾斯的表演。艾斯，你现在的身份是？现在是在北大读研。
哦，是什么专业啊？计算机吧，相关软件工程。研几？明年毕业应该是。啊，明年毕业。所以你和小鱼，你们，对我们是一个社团的。哎，你发表意见的时候，你给自己说，我后面加一个动词。我就后边就是，如果说我要说惯了我展示，我可能会变这个音，说我暂时先不说话了。我本来应该梗是这个，就把那个改一下，这个音调就应该也行哈，自救一下啊。你是到了最后结束的时候拍的灯？对啊，因为我觉得他特别的可爱，不知道为什么，就他说话那个语调，我特爱听，感觉特像同学跟你聊天那种，对，非常喜欢。而且这种站起来就是回答问题这种经历都有过。罗老师，您要展示些什么？我质疑。我接受。就是你上的是什么学校？那个初中？正常那所初中，而且其实不止我们学校，各地很多学校都在实行这个制度。我很理解这个东西。虽然你是个儿童，你是个少年，但你也有你的尊严啊。所以学校有时候有一些稀奇古怪的规定，有的时候它其实本质是一个挺恶劣的一个服从性测试。是。所以我刚才听的时候还挺难过，但是我很替你高兴，就是说你心理上克服了这个。我成年以后，我其实不愿意谈这个的，你有勇气把它写成作品，真的非常非常好。我补充啊，我拍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有，就是听的过程很有趣。当然我认同罗老师刚才讲的，而且特别上头。他特别上头，我预感到我今后这几天我会经常重复这个我展示这个句式，所以它的可怕就在于此。然后就你可以解读出很多，就是刚才罗老师讲的，就是那种一个制度或者一个要求对人的异化，所以他其实你笑完之后，像他讲这样，你会心里面其实挺酸楚的。所以我其实很高兴看到他在这里以这样的方式来对抗自己童年曾经有过一些不太愉快的记忆，所以我会拍灯，因为我听的过程，我觉得就是很上头。展示完毕。谢老师。艾斯在休息区稍作等候。哎，艾斯，你这是用的啥呀？川哥，这是美团闪购，我们年轻人的购物方式。我作为资深年轻人，我咋不知道？那可能是你年轻的不是时候。来，给我看看，我展示。打开美团点闪购，30分钟好货到手。那我提问，美团闪购只是快吗？当然不止，我再展示。美团闪购品类丰富，好货多多。我展示。哎，哥你干嘛？我学习，我服气，我拿走。我不学。下面要出场的这位朋友是一位来自新疆的新朋友啊，他的名字叫小帕，但是他的自我介绍专门写的是我不怕。让我们欢迎不怕的小帕。小帕太帅了，太漂亮了，哇！哎，谢谢啊，谢谢大家，我是小帕，我来自新疆的城市你们知道哪里？随便说。乌鲁木齐、伊犁、库尔，你们说的都是些大城市，很好的地方。我来自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地方，叫做阿克苏。苹果。对，出来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在外面见过阿克苏人，仿佛阿克苏没有人，全是苹果。我是一个维吾尔族，我们家人非常传统。我奶奶从小就跟我说，你长大了只能跟我们这儿的人结婚，不然的话，你就会把我们往上70代祖宗和往下70代儿孙全都拉进地狱，太吓人了，朋友们！往上70代，往下70代，没我。不同地方的人不能在一起，这个观点在我看来非常的狭，因为在我看来，可能全世界也就只有2种情况是不太方便在一起的吧。第一种情况，关系太近，近亲结婚肯定不行，对吧？第二种情况，关系太远，生殖隔离。对，我每次讲这个段子都会有部分观众处在一种什么隔离？他刚说什么牌子的隔离？虽然我对婚姻的态度非常的包容，但我长这么大都没结过婚，因为我们家的婚都被我爸结完了。啊，对，我跟他认识这么多年，他大概有6、7段婚姻，这是我知道的。我不知道的，我不知道。放假回家，家里有一个陌生的女人，我知道她是谁，我想表现的友好一点，但是太紧张了，人一紧张说话就会很尴尬。我一张嘴，
你是新来的妈妈吧？在家尴尬，出门也很尴尬。还记得我来自哪里吗？阿苏，苹果比人多的小地方，就在这样一个小地方，我爸结过几次婚，谈过几段恋爱。我跟他一块儿出门，他要是拉着我走着走着莫名其妙的掉头了，我就知道 OK， 碰到前妻了。而走着走着莫名其妙的跟我说滚远点，我就知道 OK， 碰到未来可期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越来越好奇，为什么有人会愿意嫁给我爸？我太好奇了，我甚至问出来了，我说六妈。你为什么会跟我爸结婚？因为我爸脾气臭，爱喝酒，不干家务，家暴，赌博。他把我打断了，说孩子，我知道你爸有很多问题，但未来他肯定会更成熟的吧。那年我爸52岁，52岁还没有熟，我怀疑我爸是一颗猕猴桃，因为那个东西我什么时候买它都是生的，买完放在家里，它的状态就是生的，再一看烂了。我们家所有人都很包容我爸，一直都跟我说，你爸还年轻，过2年就好了。他过2年就走了。跟我爸相反的是我不光是早熟的，我是被催熟的。家里人从小就跟我说，你不小了，你得懂事儿。那我先走。可能就是因为我爸所谓的不成熟吧，他会同时跟几位女性纠缠不清。我从小就见过那种画面，就我2个妈打起来了，他们在那互相抓，2个妈互相抓，那个场面就特别抓妈。我现在是开玩笑跟你们把这个事儿说出来的，但你们知道这件事情给我留下的阴影有多大吗？我今年33岁了，依旧见不得那种楼下2个老太太抢矿泉水瓶子的场景。我会应激，朋友们，我只要一看到就是完了，哦，又是2个女人抢1个垃圾。我很好奇为什么我爸能结这么多次婚，我太好奇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好聪明，他能把一件利己的事说成是利他的。我问过他，我说你都失败了这么多回，你为什么还要结婚？他说我这不主要是为了给你找个妈妈。他想搞对象，他拿我当借口，我都怀疑他跟别人搞对象的时候说的是不是要不要上去坐一会儿，我女儿会翻跟头。如果他结婚真的只是为了给我找一个妈的话，不应该稍微参考一下我的想法吗？不，我跟这位母亲婚前都没见过，凭什么？她自由恋爱，我包办母女。再说了，为啥一定要给我找个妈？我很早就独立了呀。我爸他那个话术又来了，他说：“哎呀，我这不是为了给你生个弟弟吗？对吧？等你以后嫁人了，你老公打你的时候。”你弟弟可以保护你，那一刻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朋友们，这个世界上不一定会有男人爱我，但是一定会有男人打我。但如果我们按照这个逻辑往下讲的话，对我那个没有出生的弟弟是不公平的，你们不觉得吗？他如果生来就是为了保护我，那他没有自己的人生要过，没有自己的理想要实现啊？他没有自己的老婆要打吗？谢谢。爸的逻辑很奇怪，还等着我嫁人。他一边等着别人把女儿嫁到自己家，一边等着把自己家的女儿嫁到别人家，等价交换。最早的一般等价物是羊，我就感觉自己像那个羊，从一个家到另外一个家，但后来发现自己想多了，羊到了别人家，当羊就可以了，不用当牛做马。我爸一直没有儿子，他求而不得，急得和不同的女人生下了不同的女儿。那一刻我发现我爸可能也没有那么聪明，因为他都已经用上控制变量法了，为什么还没有发现问题在哪儿？我小学2年级就知道0乘以任何数，它都等于0。我爸虽然没有儿子，但是他对男孩的那种包容和偏爱已经到了一种魔怔的地步。他会因为对方是个男孩就包容他的一切过错，犯了什么错都包容，就硬包容。长大以后我才发现，
整个社会都是我爹。小时候就是真的小小的一点点，我被男孩欺负了，我就回家跟我爸告状，我说爸他揪我辫子，我爸哎呀，小男孩嘛，我说爸他随地尿尿，我爸哎呀，小男孩嘛，我说爸美国往广岛扔了一颗原子弹，我爸哎呀，小男孩嘛。谢谢大家，我是小帕，谢谢。完美高票。小帕的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小帕。小帕为什么在这个舞台第一次和大家见面的时候选择这个题目？因为我不知道我能在这个舞台上待多久，所以我想就是第一篇就把自己最想讲的东西讲出来。太牛了啊！小帕是我在这个舞台上历年全部算下来看过最酷的一个选手。谢谢谢谢。对，还有我们在这个舞台上，不管男生女生，就是原生家庭有那种稀奇古怪问题的，我们见过无数次，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像你这么完全举重若轻的把它讲了，以至于我们有一个疑惑，就是说第一，如果这件事在你成长过程中没有造成真正对你的伤害和困扰，以至于你能这么坦然的处理，那你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如果这件事给你造成了困扰，你仍然能这么云淡风轻的把它当笑话讲出来，那是更了不起的。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个结论只能指向了不起和更了不起，非常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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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是被他震撼到了。我到后来就是内心一边其实觉得很过瘾、很好笑，但同时内心其实我也有很多的愤怒。我的愤怒不是因为我经历过这些，就是他让我能够进入到他的那个状态里面，我在愤怒他跟我讲述的那个状态。我本身是一个其实挺 peace love 那种特别淡定的那种人，所以我很少能感受到这种状态。我特别谢谢小帕让我第一次能够感受到这样的感觉。谢谢谢谢鲁豫老师，谢谢。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脱口秀这个东西能够帮你说出这些东西？还是我会收到一些私信，或者有一些人过来跟我说，小帕，其实我也有同感，或者说我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就是你让我知道，就是哪怕经历了这些，我们依旧可以就是有力量的活下去。谢谢谢谢。我有点，你是说被震撼到了，或者我被惊到了？我甚至觉得，今年的这个脱口秀的舞台上，究竟的这样的一个边界拓宽在了哪里？我们能说的话题，能表达的态度在哪里？我觉得好像更宽了。对，我觉得它是一种未知的。是的，是的，谢谢谢谢春春。让我们请艾斯回到台中。既然是 PK 嘛，总要看一下分数。先来看一下笑传，小帕40，艾斯20。在全场观众投票结束之后，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得票数是。演出过程中有10几秒，我大概是空白的状态，脑子我在哪，我在干啥呢？感觉比我想象中好，因为我想象中可能是我忘词儿了，或者节奏彻底乱掉，但这些情况都没有出现，所以今天还行。280票的高票，漂亮！恭喜小帕进入到晋级区。来，艾斯暂时进入待定区。在小帕演完了之后，我能感受到一个家庭如此破碎的人带给他一个如此坚强的内心，在台上如此有力量，因为他的眼神是有一种狠劲儿，那种狠劲儿是我对我这段原生家庭对我父亲带给我这样的伤痛，我一定要把它讲出来。因为愤怒憋了一口气出不来，我感觉只有我讲完了，我心里那个恨才能发散出来吧。他带给我的很多伤害一直到现在都如影随形，我没有办法去彻底的治愈一些问题，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我越想逃离它，但我身上就出现了越来越多像它的地方，然后转而就开始恨自己。
其实小帕并没有跟过去完成所谓的和解，他其实还在挣扎的过程当中，他可能每一天有些时候在人间，有些时候又在一个痛苦的境地当中，所以这还是在一个天人交战的日复一日的过程当中吧，所以这是我会很心疼他们的一点。为什么追我？你不是在追我啊，是我在追你。你怎么穿成这样？谁让我说了牡蛎包的梗？懂了，那演吧。为什么追我？因为你点的美团闪购到了。不管在哪儿，美团闪购追着也要30分钟送达。美团闪购30分钟，好货到手。天哪，我们为什么要接这样的商务？你接我能理解，但我是为什么呀？马上要上场的2位，又都是第一次来到这个舞台，都是新人啊。那么接下来要1v1 PK 的是韩大狗和二哥。马上要上场的这位，他非常擅长观察生活，把生活的细节当做自己的创作灵感。掌声欢迎来自苏州莱塞俱乐部的韩大狗。大家好，我是韩大狗。第一次录节目，很紧张，也很激动。昨天来彩排，看着舞台，这布景，感觉节目把我们都当成脱口秀明星了。昨天一到节目组订那个廉价酒店，还只是朋友。廉价酒店我熟，大家可能也住过出差旅游。我们平时每周巡演住的都是那些便宜的快捷连锁酒店，太难住了。里边的一次性用品也很劣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越廉价酒店那个拖鞋材质就越薄，对，比兰州拉面那个牛肉还薄，像餐巾纸做的一样，感觉能遇水即化了。而且这个拖鞋每天被绑着，处于一个折叠的状态，它已经变成2D 的了。它是个平面，你的脚塞不进去的。我在那试图穿着拖鞋，像在捻烟头一样。感觉这拖鞋多穿几次，我脚趾能点超了。而且我希望这些酒店能不能达成一个共识，就你们把一次性拖鞋放在一个固定的位置，有必要藏那么深吗？又不是找新娘的鞋子。我一进门就要找那个拖鞋，像在密室逃脱一样，找半天找不到，只能打电话给前台说 NPC 能给我点线索吗？他让我看看衣柜里第2个抽屉。放那个保险柜边上，怎么不直接放保险柜里边呢？这么破、这么难穿拖鞋，没有人要带走的，除了2年前的姜子浩。拖鞋不好好准备，给我房间里放了一堆用不太到东西。有些酒店号称为了环保，已经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牙膏、牙刷，但会放着针线包和浴帽。针线包对我来说可太实用了，我终于可以 DIY 双好穿的拖鞋喽。还有那个浴帽对我来说，它就是个鞋套。我特意问过身边女生朋友，她们说她们洗澡不想洗头的时候也不会戴着浴帽，太难用了，宁可把那个花洒高度降低。我就很好奇这个浴帽的受众到底是谁。有次洗澡的时候，我正好不想洗头，我就戴着浴帽。这个澡洗完，我觉得头也要洗起来。全是汗，他把我体内所有水分都蒸馏出来，搞得我一头雾水的。想着赶紧找个吹风机吹一下吧，吹风机比拖鞋更难找，总是放在一个绒布袋子里面给你藏起来，搞得像这个房间的公章一样。我每次找这个吹风机，我就懊悔，我说我刚才找拖鞋的时候好像看到过呀。而且酒店的床上总有一堆东西，
我一个人睡，给我放6个枕头，我睡哪？6个枕头，就算是哪吒来睡，都得要2个哪吒才能用完6个枕头，还不够。床尾还会放一条我把它叫做围巾的东西，一条混天绫。我又很好奇，问了身边酒店行业朋友，我说这个东西是给我擦脚用的吗？他说不是，这个叫床旗，是给那些不想脱鞋子、穿着鞋子躺上床的客人垫脚用的。我说那你就好好准备一次性拖鞋不就可以了吗？我最无法理解是有些酒店会把被子塞到床垫下面，很难拉出来。他们说这个叫西式叠被法，我说不用，给我来个中式的就可以了，把被子叠成豆腐块放在床上，对，塞进去又很难扯出来。我一边扯那被子一边说这设计也太扯了，那么怕我睡进去吗？我都急了，我说我真的需要被子吗？我盖那6个枕头得了，觉得冷还有一条围巾吗？不是，最后还睡进去了，睡在被窝里动也没法动，感觉自己睡在一个大型的一次性拖鞋里边了。对，这个还行，倍儿形象啊！我每次翻身都感觉床在跟我抢被子。我说别折腾了，赶紧关灯睡觉吧。一关灯，发现酒店里总有一扇灯，你不知道开关在哪。我关的明明是总控，我对总控的理解是你把灯关掉，你把电断掉，你把氧气抽走都没有关系。我睡觉用不到这些的。走廊上还有一盏灯在很挑衅的亮着，怎么怕针孔摄像头拍不清我啊？酒店里灯的开关搞得像那个酒桌游戏一样啊，这个是开，这个是关，你猜这个是开还是关？而且有些酒店总喜欢在房间里装一些平时大家装修不会装灯。住个酒店给我床底加了一圈氛围灯，我愣是没找到开关在哪。那一晚上我躺在那个洁白的床上，边上一圈金光闪闪，床边还有双纸拖鞋。这住的啥？元记酒店啊！而且你在酒店洗澡也很麻烦，你在酒店洗澡永远不知道那个水会从哪个喷头里喷出来。我在那调跟个 DJ 一样，一不小心就会从上面像下雨一样淋我一头。早知道戴个浴帽了。而且有些很破的酒店，它的水温不是线性的，就是你洗澡的时候，哪怕你拽着淋浴水龙头把手一点一点、1毫米1毫米这么调，你都得不到你想要的温度。哪怕像电影里那种大盗开保险箱带着听诊器调都没有用，它只有2种温度，还有点冷。哦，走。破酒店，搞得我澡也洗不好，觉也睡不好，晚上踢被子脚还崴了。气得我退房的时候就想把那个房卡塞到拖鞋里，拖鞋叠起来放在浴帽里，浴帽用针线包缝起来塞到床垫下面，找去吧你们！估计很快就找到了，有摄像头嘛。谢大味韩大狗，谢谢。罗老师大局观，来各位来了啊！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韩大狗。他其实不光是一位优秀的脱口秀演员，他自己还是刚才我老提的那个苏州莱塞俱乐部，然后他是主理人。啊，对。那上台演出的经验比较多。相对比较多，也讲了有4、5年了。刚才特别有感触，就是那个晚上蹬被子那个，就是晚上那被子就真的是
卡的巨死。我之前每回倍儿困的时候，都得把那个蹬出来之后，开始蹬，晚上自个儿玩印度泡饼在那儿。你说还有一个什么床会有氛围灯啊？跑马灯啊？它底下有一圈，围着床底做了一圈那个氛围灯。跑马灯，跑马的汉子，你在上面。我就是开了眼了。是吧？您也觉得他那个中间那些细节找的挺准的，特别好。我其实昨天晚上他刚才讲那些事儿，我已经碰到了好多。我昨天晚上因为找一个不知道是加湿器还是空调的一个机器的开关，我不知道怎么开关，我把那个电给拔了。然后电视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开关，我说你亮着吧，我就亮着睡的。关了那个总开关以后，依然洗手间有一个，它不是氛围灯，是洗手间的一个好像是夜灯，手夜灯，对，那个我必须要关。我找了半天把那个关了，然后床旗是我第一次知道这叫床旗，我不知道它是搁脚的，我一直认为它是个很高档的，我每次把它叠得很好放到旁边。您还帮他把它叠了呀？对，因为我觉得我说这个它一般都是那种你也叠那种像绸缎一样，你会觉得它是个装饰。对，我认为它可能是高级的东西。没有当过披肩吗？这么着搁着。差点。让我们感谢一下韩大狗精彩的表现啊，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有趣的讨论，谢谢大狗，谢谢。大狗前面是小帕，韩大狗怎么能接受这么帅的表演？前面2分钟啥声没有，我寻思完了，我要安慰他了。后面就是硬靠自己讲起来了，很为他感到开心。韩大狗上去的时候，我其实有点担心，因为他没有走自己的人设，然后走了一个观察，而且那个观察还是不是那种大共鸣的，他的处理、他的类比、他的喜剧效用的非常好，把所有的元素都混在一个空间里，然后一直重复的出现，最后拿情绪顶上去。今年还是证明了自己。下面这一位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舞台，他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就是叫愣的愣幽默啊，但是呢，他其实离火很近，不远。来，让我们欢迎这位脱口秀演员，掌声有请二哥。Hello， 大家好，我是二哥。先不用鼓掌，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消防员，现在可以了。真的，你们很可爱，但是你们也很幸运，因为你们今天遇到的是在讲脱口秀的我，而不是工作中的我啊。我喜欢讲脱口秀，是因为它能够让我讲真话。以前没讲的时候，经常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选择做一名消防员？我说因为喜欢，因为热爱。但讲了脱口秀以后，我得抒发真情实感。什么喜欢，什么热爱，不是还有责任、使命和担当吗？到做消防员以后，身边朋友说你现在变得是一身正气啊。不瞒大家说，小的时候我在我们村你要一提我，那也是人人喊打。我想想我以前做那些事儿哈，造孽啊！我小的时候啊比较调皮，喜欢玩火，当时灭火的方式也比较简单，我用水。我记得一天1盆水过后，火一点没灭，棉裤烧着了。当时我就总结经验，我说以后啊不能在下风灭火，太费棉裤。你知道在我们农村春耕的时候需要用火燎荒，我家地少荒少，燎的不尽兴啊。我把整个村荒全燎，大火烧2天，罚我爸6000。我爸跟我说他想要2胎，我说爸要2胎不还得罚你吗？我爸说可以先把你掐死啊。我当时不仅喜欢玩火，我还喜欢放炮，炮干放不尽兴啊。我往我家鸡窝里面扔，往狗窝里面扔，往我家菜窖里面扔，鸡飞狗跳，太刺激了。因为我妈从菜窖里爬出来了，当时我妈就炸了，喊我爸，我同意要2胎，把2小子掐死，快！就我当时离开我们村来做消防员，
那是带着我们村整个村民的希望。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消防员是干啥的，就是希望我离开。我走那天，村长都上我家送我，深情地抱着我，说太好了，赶快建设城市去吧，村里能败回来就败回来了。但我来到消防队，我发现啊，我很适合成为一名消防员，因为我第一次救火就受到我们队长表扬。我们队长说：“老二，你可以啊，我还没等教你，你就知道在火场里判断风向。”我说：“棉裤给过我教训啊。”他说：“你怎么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得这么从容，这么淡定呢？”我说：“我来之前我见过大场面呐。”这当时年轻被表扬以后啊，人就有点飘了。老战友看不下去了，拿话说我，说老二你现在哪到哪？我敢徒手抓这么长的蛇，你敢吗？我在火场里燃烧着的煤气罐，我拎出个仨，你敢吗？我当时年轻气盛啊，我说我用炮帮过我妈，你敢吗？那个我做了14年消防员，不是跟大家吹，以前二哥在无数次的灭火救援当中，我都是第一个下车，并且冲在前面的。因为作为一名消防员，我没有办法，我当时出警的时候上车最慢。当然，谁不是生来都是一名消防员的？一开始出警的时候，我也害怕，我也恐惧。我记得有一次，一个服装厂起火，火很大，我很害怕。下车的时候，我给自己打气，我搁那碎碎念，我说没有事啊，火不大，火不大，不要怕，不要怕，火不大。结果说我队长从我身边过，说老二，你说这火不大，你见过大场面呐？让我进去搜救被困者，你知道进去以后烟很大。这个时候，我忽然感觉到在不远处有2双眼睛在盯着我。我当时一咬牙一跺脚冲进去，成功救出俩假人模特。就有的时候想看清一个人真的很难。当时那个老板感动的都快哭了，说兄弟啊，你救出2件貂多好啊，比这假人贵多了。我队长还表扬我，说我冷静，说我在众多假人当中选择先救童装模特。提到消防员，大家都知道危险啊。我也是在2年前受了一次工伤啊，我是这个右膝盖做的半月板2/3的切除和前交叉韧带的重建手术啊，比较严重。说这些是想告诉大家什么呢？平时大家知道消防员危险，但是不知道消防员究竟多危险，不知道打篮球的消防员多危险。神经病啊！我当时就站在场边，看他们消防员打篮球，就能给我创这样。创我的是我战友，是我最爱的人，伤我最深。我见过这么多次意外啊，就这次意外最让我意外。我当时躺在地上，我战友们全围了过来关心我，有的说冷敷，有的说热敷。我躺7、8分钟，没人领我看大夫。好不容易有个战友掏出手机，说老二你不要着急，哥们儿找个明白人给你看一看。后来问我生辰8字是多少。这个时候我队长过来了，我一看我队长过来了，我说队长完了，我可能是骨折了。我队长很严肃啊，不可能，我最有经验。你站起来我看一下来。我猛地一站，就听咔吧一声。队长说现在这叫骨折，送医院。来到医院，大夫很专业，一看片子，妈呀，你怎么整的？我不好意思说，我说我打篮球。他说完了，你以后打不了篮球了。你要是喜欢呢，你只能看他们打篮球了。我没听大夫的，我不敢再看了。你知道我做很多年消防员，我饱尝人间烟火。你知道很多人问我说你在进行一些比较危险救援的时候，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是像影视剧里想的那样，想奉献、想立功吗？其实我没那么高大上，我没想过奉献，没想过立功，但我更没想过后退。谢谢大家，我是二哥。
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二哥。二哥之前那个在线下的演出经验丰富吗？我接触脱口秀能有小3年半时间，演出机会不是特别多，因为我那个俱乐部现在也不怎么景气。哎，是不是跟毛豆一个啊？对啊，毛豆走了以后就更不好了。我为什么问这问题？我觉得他在台上还是很从容啊，对非常从容，控台、控节奏、控和观众的互动，等观众的情绪反应的那个点位都是很准的。我喜欢，就是他的表演是那种元气充沛、浑然天成，就一气呵成的那种。可以。然后这种东西如果没有人生的那个经验那些绑在一起，是根本不可能创作出来，所以特别喜欢。我是因为我们家有很多警察，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消防员，所以他当时在讲他的那个他的一些窘迫的事情，然后他的害怕，他的脆弱，然后他的调皮捣蛋。就是这个形象，就是在我面前就是特别的鲜活，鲜活了。对对对，所以对我来讲是特别打动我的。好的，对这个调皮捣蛋，我觉得二哥就特别好的展示了，就告诉我们，如果你是第一次登上一个这样为电视制作的一个节目的舞台，这是最好的呈现自己方式。就里面你瞬间能够知道这个人他的性格、他的人物，就这个人一下就火起来了。跟毛豆，你们本身那个。一块儿俱乐部的时候，就是你们俩会交流梗的那种方式吗？因为他们出梗有一点点像，是不是？对，会交流。毛豆是我这个讲脱口秀领路人。领路人这个词儿挺少见的。啊，对，我是看了他以后，我感觉他就是给的比较直接，我也比较喜欢这样。你知道他是海军，我是消防，你们那儿都凑齐了。对，他乘风破浪，我勇闯火场。看一下两个人的票数情况。一开始有点紧张，后来一点点就找状态，还行。我觉得我已经拼尽全力了，我几乎做到了我能做到的最好。很近，非常近。韩大狗228，二哥212，恭喜大狗进入到晋级区，二哥要在待定区稍微等候。下面1为1的这2位都是大家的熟面孔，马上要进行 PK 的是穆京云和张俊。